夫人好，夫人好，夫人好。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是啊，一晃这么多年没回国了，国内方家大小事务和公司各项业务，全靠我儿媳谢南希费心操劳，一手撑着。这次回国，我打算考察一下清河，如果他能扛起担子，我就把公司的继承权交到他手里，公司也正式交给他打理。另外，我要把这枚象征方家女主人身份的玉佩交给南希，让她监督协助清河，一起把方家的产业守好做好。喂，妈，干什么呢？忙完了吗？回国这件事儿还是先不跟清河说了，到时候给他和南希一个惊喜。我在芬兰谈项目呢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您了。就你嘴贫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就先挂了吧，我这边有点忙。好嘞，妈，注意身体。去瑞博集团。清河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和谢南希那个女人离婚娶我？我真的等不及了。哎呀，先别急，你当我愿意面对那张寡淡的脸吗？只是他这些年一直在帮我妈打理公司的业务，我要是突然把他甩了，我妈那过不去，那继承人的位置也就悬了。哼，凭什么我要受这种委屈？我们都偷偷摸摸多少年了，谢南希那个土包子凭什么占着方太太的位置，接受所有人的奉承，而我连见你一面都要偷偷摸摸的。可是我不想再等了。先别急，我爸呀留了一只传家的玉簪，只要我拿到那个簪子，那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公司，到时候整个方家都是我的了。娶你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？清河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委屈我的。等你当上方家真正的继承人，我第一个就把谢南希那个黄脸婆赶出去，让她知道谁才配站到你的身边，谁才是方家真正的女主人。哇塞，月月，这款全球限量款包包是方总给你买的吧？方总对你也太好了吧？那当然了，除了清河，谁还会给我买这么好的东西？清河说了，我的喜好他都记在心里，只要我想要的，不管多贵，他都能给我买的。再说了，这点东西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等他拿到方家的继承权，跟谢南希那个老黄脸婆离婚，到时候我就是方家名正言顺的少奶奶，想要什么没有？月月，我就说方总最爱的人是你，谢南希拿什么和你比？他不过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土蛋，整天围着公司的一堆破事儿，又土又丑，哪里配得上方家少奶奶的位置啊？谢南希那个女人也就这点本事，就靠帮他妈干点活才能勉强留在方家，顶着一个有名无实的方家少夫人头衔吧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啊，对了，清河去谈项目了，他让我去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拿无限额卡，等待会儿我拿到了卡，我们就去逛街。今天全场消费由我买单。好呀好呀，月月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。南希这些年鞠躬尽瘁，稳重能干，这枚祖传玉佩是方家女主人的象征，她能调动瑞博集团的高层，现在是时候该交到她手里了，她配得上方家主母的位置。你就是谢南希？
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会把我误认成我的儿媳谢南希？谁允许你这个老女人在这里的？这里是清河的总裁办公室，也是你随便能坐的地方。这里是总裁办公室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你又是谁？你还知道这里是总裁办公室？这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够随便去的地方。你有什么资格坐总裁办公室的椅子？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在瑞博集团撒野？谢南希呀，还在这给我摆方夫人的架子呢。你也不看看你这张老脸，眼角的皱纹都遮不住了，凭什么在这里给我叫？对啊，谢南希，我们月月可是方总最爱的女人，是这里未来的女主人。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，赶紧识相点，主动离开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哼，女主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和清河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谁？谢南希，你看看你穿的跟个保姆似的，你看我，这些都是清河给我买的。俗话说，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你说清河是爱你还是爱我呀？你的意思是方清河出轨了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你这20-30岁，看着跟个40-50似的，人老珠黄，怪不得清河会嫌弃你。就是啊，黄脸婆，既然知道了真相，还不快点主动跟方总离婚，给我们月月腾位置？不然的话，我们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从方家滚出去。好你个方清河，你竟然敢做出这种混账事，在外面找小三儿，还敢把她带到公司里来欺辱我儿媳妇儿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！我不管你们是谁，现在这里是我说了算，我命令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才在这里给我摆方太太的架子呢！谢南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离婚协议书不签也得签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离。离婚协议书，现在的小三儿都这么张狂了，非常好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方清河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我解释这件事。你敢摔我手机？摔了又如何？还想给方清河打电话告黑状？谢南希，你也不看看你这黄脸婆的模样，清河早就告诉我了，看到你的名字都觉得膈应，接了你的电话都嫌脏了他的耳朵。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在瑞博集团嚣张？这里是方家的产业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撒野。谢南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清河喜欢的是我，他最爱的人也是我。就算我今天在公司横着走，就算我想要这副总的位置，清河也会毫不犹豫的给我。他敢！瑞博集团是老爷子一手打下来的江山，是南希辛辛苦苦守下来的基业，还轮不到他方清河一手遮天。他也配？你还敢跟我提这？要不是你一直巴结着老夫人，想方设法的讨老夫人的欢心，清河早就拿到继承权了。你以为你霸占着方太太的位置就万事大吉了？做梦！就是，方总的心早就在我们月月身上。方总和我们月月是情投意合、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一直赖着不走，也挺没意思的。这方太太的位置，迟早是我们月月的。情投意合？哼，你也不瞧瞧那张上不了台面的嘴脸，还妄想夺方家的产业。他方清河若是知道你打着他的旗号在这里撒野，怕是第一个就容不下你了。还敢拿方清河来压我？谢南希，我们同为女人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主动把这离婚协议给签了，我到时候还能让清河给你个几百万的分手费，免得你后半辈子出去要饭。要是不知好歹，非要留在方家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到时候让你像狗一样从方家爬出去。像你这种不要脸的小三儿，还妄想让方清河娶你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谢南希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又怎样？
我打你还需要分时间地点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清河早就看腻了你这张黄脸婆的样子。今天我所做的行为都是清河默许的，包括这离婚协议书。还默许你跑到公司来撒野，还默许你当众羞辱他的妻子。是又怎样？你还以为他还会给你撑腰吗？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这黄脸婆的样子。我劝你赶紧把这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月月，你还跟他废话什么？一个马上就要被扫出门的黄脸婆，还敢在这儿摆架子？你赶紧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你的厉害。识相我，就赶紧把这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别等我动真格了，到时候有你好受。让我签字，做梦！由不得你，这离婚协议书你不签也得签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居然敢打我！一个没人疼没人要的臭黄脸婆罢了，还想拿方太太身份压我，以为老夫人对你疼啊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呢。你定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我有清河护着我，还怕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黄脸婆？月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一定是清河给我的礼物，居然是块玉佩！哇塞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，月月！这上面的方字肯定是方总特意为你定制的，他也太宠爱你了吧？确实好看啊，清河也真是的，动不动就送我礼物。看到了吗？你这个黄脸婆，怕是这辈子也没有收到过他这么用心准备的礼物吧？还给我！这是我的玉佩，不是给你的。你的？你这个黄脸婆也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的，你也别想有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的，你也别想有。住手！这是方家祖传的玉佩，方清河若是知道你摔了它，定然不会放过你。放过我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，人老珠黄，满脸褶子，连清河的一根手指头都配不上，还想拿清河的名字来压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，方家的东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肆意糟蹋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也总好比你个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空有个名头，还当自己是块宝。今天我偏要摔，我倒要看看清河能把我怎么样。不要！谢南希，你少在这里唬我！就一个破玉佩，我想要，清河能给我定制100个、1000个，还方家祖传，我怎么没听说过方家有这么一个破烂？就是这种老掉牙的古董，看着就晦气，哪配得上月月？等方总风风光光娶了她，给她买满钻的项链、手镯，从头到脚都镶满珠宝，可比你这破玉佩体面多了。方家祖传的玉佩，只传给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儿，是方家承认女主人的象征。你不过是一个不知廉耻、爱慕虚荣的小三，你有什么资格知道她的来历？小三？我看你才是那个多余的，清河早就不爱你了。要不是你非赖着不走，方家女主人的位置早就是我的。这方家女主人的位置本来也该是我的。就是啊，月月可是方总捧在手心里的，你这个黄脸婆早就应该识相滚蛋，现在还拿着破玉佩在这装腔作势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谢南希，我才是方家未来的女主人，是清河捧在手上，放在心尖上的。就算方家有这玉佩，也轮不到你这黄脸婆。
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穿的又土气又显老，没有一点女人味，还敢跟我抢男人，抢方家女主人的位置，简直是自不量力，不知好歹。月月说的太对了，你这种人就应该早点从方家滚出去，省得碍眼，还耽误方总和月月的好事。你会后悔的。今日你对我所做的一切，他日我必让你加倍奉还。后悔？我有清河给我撑腰，你能拿我怎样？今天我不仅要摔了你这破玉佩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抢我薛微月的男人，抢我方家女主人的位置，下场只会比这更惨。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断了念想，让你再也不敢奢望方家少奶奶的位置。我要让你知道，跟我斗，你还弄死你！打得好，这种人就是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月月的厉害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嘴硬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方清河的妈妈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方清河的妈妈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方总的妈妈？谢南希，你居然编出这么荒唐可笑的谎话！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，这么好骗吗？谢南希，我可真是小看你了。为了不和清河离婚，这种谎话都能编得出来，简直是不要脸！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疯扮傻。清河的母亲这些年一直在国外做海贸的生意，不可能回国。况且，就算回国，清河也会告诉你，轮得着你在这里冒充。你也不撒泡尿，照照自己，穿得土里土气，没一点贵气样，还敢冒充方夫人，简直是玷污了这3个字。就是，方夫人何等尊贵，要是回国怎么不事先通知方总？怎么可能穿成你这个穷酸样？你居然连冒充自己婆婆这种下三滥的事情都做了出来，真是可笑到了极点。我没有撒谎，我就是方清河的母亲。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让清河亲自揭开你这锅。哼！喂，宝贝，怎么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？这才分开了一会儿就想我了？哎呀，别闹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，宝贝？你们家有什么祖传的项链或者玉佩之类的吗？祖传玉佩好像是有一个吧，我小时候听我妈说过一嘴，但是具体长什么样我没见过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你确定吗？你别是唬我的吧？是我记错了，宝贝，我们家哪有什么祖传的破烂玩意儿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对了，宝贝，你妈妈现在还在国外吗？对啊，宝贝，我妈还在芬兰谈业务呢。今早打电话你不就在旁边听着吗？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喂，宝贝，你那边是什么声音啊？没事啊，刚刚野猫出来吓到了娇娇，只是随便问问。你先忙吧，老公。好，等我忙完了就回去陪你。好的，拜拜，老公。怎么样，这下装不下去了吧？废，我都确认过了，方夫人现在还在国外，更别提什么方家祖传的玉佩。方清河，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，放着南希这么好的儿媳妇不要，出轨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她不知道不代表没有，她也是个蠢货，放着家里那么好的老婆不要，被你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骗得团团转。至少我年轻漂亮，身材好，不用回家面对你这张满脸皱纹的老太婆，还敢冒充清河的妈妈。离婚协议书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
簪子成色不错嘛。你这黄脸婆还用这么好的东西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你凭什么用这么好的东西？你看看你什么德行！还给我！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唯一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这老女人还配拥有定情信物？想要？那你跪下来求我3声，我高兴了就还你。你不要太过分！好，不错，那是不想那个簪子了。不要！我跪！我跪！我跪！我求求你，把这个簪子还给我吧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你死定了！你这个毒妇！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摔坏我老公留给我的信物，那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今天我非要让你偿命不可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居然想要我命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今天我就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疯女人！清河是我的，你也配跟我抢？你这个毒妇，放开我！娇娇，给我按紧他！你不是想发疯吗？不是想让我死吗？今天让你好好冷静冷静。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还嘴硬呢，看来是还没被收拾够。娇娇，给我摁紧他！我现在就给人事打电话，让全公司的人都来看看你现在这个脸。都给我住手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这身上怎么都是血呀？你看看你找了个什么东西！薛微月，谁给你胆子动他的？动他怎么了？他就是个占着方家太太位置不动的黄脸婆，我替你教训他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你，清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不喜欢他了？你要跟他离婚吗？是啊，方总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清河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等你拿到方家的玉簪，就和他离婚。到时候我就是方家的女主人了。当时你一直碍于你妈的面子，一直不愿意和他提离婚。今天我就是来帮你，让他主动和你提离婚的。谁知道这个黄脸婆这么不要脸，居然冒充你妈！是不是疯了？我怎么了？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还说你一直在骗我，你根本就没打算娶我！给我闭嘴！方清河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他没有那种关系，而且他说的我从来都没说过啊。清河，你干嘛要跟他解释？他这个黄脸婆哪里配得上你？我们让他把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害怕你妈了。管这个黄脸婆的死活干嘛？你，薛微月，你要死，你别带上我。清河，你竟然为了这个黄脸婆来打我，我要跟你没完！你给我闭嘴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她是我亲妈，她是我亲妈。她是你妈？
妈不是在国外吗？妈，你怎么了？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南希，方清河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妈回国你不告诉我就算了，还让妈受这么重的伤。你听我解释，妈回国我也不知道，而且我刚回来她就已经这样了。你是谢南希，那她真的是清河的妈妈？妈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谁这么胆大包天，敢对你动手？南希，是他摔碎了我的玉佩和簪子，还打我，用水泼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欺负我婆婆？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妈，我们先去医院处理伤口。方清河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怎么跟我解释这件事。妈，薛为月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妈，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医生说有些轻微的擦伤，咱们留院观察1天，没什么事就能出院了。南希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清河这逆子，荒唐糊涂，还连累你跟着我受这种罪，是我没教育好他。妈，你别这样想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方清河的事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可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任。现在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你把您的身体养好了。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为方家、为公司尽心尽力这么多年，我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那个叫薛为月的女人，还有方清河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妈，您开门，我来看看您。我不想看见他。南希，你出去告诉他，让他自己惹的事情自己处理干净。他要是处理不了这烂摊子，我饶不了他。好。方清河，你还有脸过来？妈被打成这样都是因为你。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在外面招惹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，还敢带到公司，让妈受这么大的屈辱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看看妈。妈现在不想看见你，你最好赶紧回去处理好你跟薛为月的事情，别再把他带来公司，让妈心烦，给公司添乱，否则别怪妈对你真的不客气。哎，清河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妈她没什么大事吧？你还好意思问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妈不愿意见我了，继承公司的事也悬了。满意了。清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是无心之举。我以为她是谢南希那个黄脸婆，我没想到她是阿姨。我要知道她是阿姨的话，你就算借我100个胆子我都不敢啊！我妈有多疼南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的好，你把我妈打了，把我爸留的簪子摔碎了，还有把我继承公司的希望给毁了。现在你一句无心之举就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吗？那簪子是你之前跟我说的，你爸留下来的，象征公司继承人身份的簪子。清河，她毕竟是你的妈妈，大不了到时候我跪下来给她道歉，要打要骂随她处置。只要阿姨能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再说了，你是你妈唯一的儿子，她再怎么生气，她也不可能真的舍弃你吧？毕竟你们的亲情在这儿，她难道能把公司让给别人吗？我知道我这次闯大祸了，我以后一定乖乖听话，好好伺候阿姨，到时候能让她对我改观。清河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
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好了，但是要是再有下次，我肯定不会饶了你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方清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方清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他把妈打成那样，浑身是伤，住进了医院，你们还敢在这里偷情？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谢南希，你也别小题大做，妈就是一个皮外伤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而且薇薇她也知道错了，她就是认错人了，也不能全怪她呀。不怪他，方清河，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说，这么多年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你不喜欢我，不想看见我，还把我派去外面跑业务。现在国内的公司已经被我打理的纹丝不乱，而你呢，不仅当甩手掌柜，现在还跟这个女人偷情。我要不是为了妈，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可你们呢？薛微月她跑进公司撒野，打我妈，还摔了方家祖传的东西。你不仅不管她，还保护这个狐狸精。方清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谢南希，你少在这里卖惨博同情，当个有名无实的方太太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。你只是清河用来应付他妈的摆设吧？我和清河才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识趣点，就早点跟他离婚，省得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破坏我们的好事。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也敢在这指手画脚，还说什么真爱？你们不过是一丘之貉，一个贪图富贵，一个懦弱自私，还好意思说什么真心？你敢骂我？清河，你看他怎么骂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薇薇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不识抬举。要不是你还有点用，能给我妈打理公司，我早就跟你离婚。方清河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这些年我们方家给你的少了，豪车、豪宅，还有你现在副总的职位，哪一样不是我们方家给你的？你现在还蹬鼻子上脸吗？啊，也不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，摆着张死人脸给谁看啊？当年娶你，那是听我妈的话，觉得你能干、懂事儿，能打理公司，撑撑场面而已。唉，等妈呀出院了以后，你自己去解释，就说今天的事是一个误会，然后主动提离婚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离婚以后钱不会少你的，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钱？方清河，我忍你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稀罕的是你们方家的钱，稀罕的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名分吗？我不过是因为妈，她把我当成亲生女儿，可你呢？一个懦弱无私、毫无担当的男人，你跟我提鞋都不配！真的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讨价还价的，我是来为妈讨回公道的。你们两个对妈欠下的债，今天必须给我算清楚了。讨公道？谢南希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啊？你离了方家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说白了，还是站着清河不肯放，识相点就早点离婚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你给我闭嘴！谢南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有什么资格顶撞我？还跟微月顶嘴啊？那你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？那你看我有没有资格？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南希，伤害我还不够，现在还联合外人欺负南希，方清河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造反！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一直揪着微月的事不放。阿姨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顶撞你，不该给清河找麻烦，你就大发慈悲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绝对乖乖听话，再也不敢了。方清河，你是瞎了还是蠢了？谢南希为你为瑞博集团抛头露面这么多年，国内的业务被他打理的滴水不漏，你倒拿着他挣的钱去养小三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？放着这么好的正牌老婆不要，偏要跟这个不知廉耻、上不得台面的小三厮混，
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妈，我当年娶她是因为听您的话，她确实是一个贤内助，但是我不爱她呀。微月，她才是跟我真心相爱的人。真心相爱，南希为公司呕心沥血，靠真本事坐稳副总位置，而你呢，只为挥霍公司的钱，在外面惹是生非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废物一个！薛微月要是知道你不是我儿子，不是瑞博集团的未来继承人，你觉得他会多看你一眼吗？他到底爱的是你的人，还是图公司的财和权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微月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那我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跟薛微月断得干干净净，当着我的面给南希道歉，求他原谅；第二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你不再是方家子孙，瑞博集团继承人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我会立刻停掉你所有的银行卡和信用卡，让你一无所有。现在你选吧。我可是我妈唯一的儿子，她再狠毒也不可能真的不认我。些许微月既能顺了自己的心意，还能看看这女人是不是真的对我死心塌地。等过阵子我再好好求求我，她心软了肯定会重新接受我，到时候既能和谢莲溪离婚，又能拿到公司继承权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我选微月，我不能没有她。不行！怎么不行？这个蠢货，要是他真的和方家断绝了关系，谁还愿意和他在一起？难道我妈说的是真的？没了我们方家的钱和权，你就不搭理我了？清河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阿姨，他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怎么能因为我断了你们的母子关系啊？全都是我的错，要打要罚都由着我来，不要为难清河，更别伤了你们的母子情分。南希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掺和你和清河的婚姻，但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已经分不开了。我求你大发慈悲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我已经有了清河的孩子，我不能让他一出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南希姐，我求你可怜可怜我吧。微月，微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？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专门去医院做了报告，你看，这上面都写着呢。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亲骨肉。您有孙子了，您不是一直想要孙子吗？现在您不能拦着我们了，他必须进我们方家的门。混账东西！我盼的是南希肚子里的孩子，而不是这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我，还因为我和清河的关系一直让你为难。我本来打算这次求得你的原谅，我就和清河一刀两断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怀了他的骨肉，他是方家的血脉，我不能让他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，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啊！清河，我知道让你家在我和阿姨之间非常的为难，但是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不管我们母子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保护好你和孩子。妈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肯定好好孝敬您。南希姐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这还未出世的孩子吧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妈，事已至此，我愿意离婚，成全他。我愿意离婚，成全他。成全？现在还没有被证实，谈不上成全。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撒谎呢？这是方家的血脉，我就算有再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对啊，妈，他再怎么样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啊！你也别怀疑了，就成全我们吧。是不是真的不是我说了算？我已经让人去请医生，等医生来了一验便知。若是真的，我自然会给他一个交代；若是假的，我肯定让他吃不完兜着走。不用请医生，医院的检查报告都在这儿了，不用麻烦医生的。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小三，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怎么，怕？
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怀孕？这检查报告单本来就是假的。我没有骗人，我只是不想被怀疑。清河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跟你开玩笑的。而且医院的检查报告都在这儿，妈还这样怀疑我，还让医生给我做检查，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月月已经怀孕了，你再怎么不喜欢她，你也不能这样针对她呀。她以后嫁进来，那不得被别人笑话死？她以后怎么在这个圈子立足啊？哼，还没有人敢嘲笑我们方家的人。再说了，找医生来怎么会是让她难堪呢？你不敢让我验，一定是你心里有蛊。等医生来了，一验便知。如果是真的怀了我们方家的骨肉，你进门才更名正言顺，不是吗？清河，连你也这么想我吗？月月，妈说的也有道理，只要让医生检查一下，证明你的清白，我就可以风风光光娶你进门了。来人！夫人，去把我们家的家庭医生王医生请过来。是。清河，连你也怀疑我？月月，我没有怀疑你，我只是说要打消妈对你的疑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南希姐，我求求你，你成全我和清河吧，我真的很爱清河。况且你加入方家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生孩子，所以我才一直纠缠着清河不放。我只是想给方家留个后而已。你的意思是，就因为我不能生，所以清河才跟你出轨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简直恶心至极！你放开我！月月，我的孩子。月月，没事吧？清河，我的肚子好痛。血？怎么这么多血？清河，我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我不能没有我们的孩子。谢南希，你这个毒妇！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偿命！我没有，我只是想甩开他而已，我根本就没有用力。把他甩开？你说他能好好的摔在地上这么多血？你别狡辩了，你就是嫉妒！你嫉妒我们有一个孩子，你嫉妒他能进我们方家的门儿。谢南希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这次谁也护不了你。清河，就是他推的我。刚才我好心劝他，让他不要纠缠你，他就恼羞成怒，把我推了过来。他还说我怀了你的孩子又怎样？他迟早让我和孩子一起死掉。我不是，我没有说过这种话。雪薇月，明明是你自己故意摔倒的，你还嫁祸给我。清河，你看他还想倒打一耙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是他推的我。清河，我的肚子好痛，你一定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王医生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看看月月，她刚才被别人推倒了，她怀孕了，现在流了很多血，你快救救她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从脉象来看，这位小姐没有怀孕。王医生，你要不再看看呢？她明明刚才跟我说了她已经怀孕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王总，我行医几十年，脉象绝对不会出错，她确实没有怀孕，她方才大量出血，并非流产所致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！我明明怀孕了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你一定是被收买了。被收买？雪薇月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搁这儿撒谎。王医生是方家的家庭医生，他怎么可能会被收买呢？我看你就是假怀孕，故意骗清河。我刚才检查时发现，他体内有大量藏红花的成分，藏红花活血化瘀，他本来就来了例假，又服用了大量的藏红花，再加上方才摔倒的撞击，才会导致大量出血，形似流产。藏红花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藏红花。荣婉，一定是你，还有谢南希，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买通医生，诬陷我，不想让我嫁进方家。清河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，他们就是嫉妒我，所以才这样诬陷我。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月月，
藏红花的事你没有骗我对吧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相信你。话可不能乱讲，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你怀孕，故意陷害你？倒是你假怀孕，服藏红花假流产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想必不用我多说吧。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，薛微月，你自己故意摔倒，假装流产，还想借着孩子逼迫成婚。薛微月，你简直是太可恶了！没有，我没有策划任何事情，是你们，全都是你们的阴谋。金河，不要相信他们，只得相信我。妈，求你了，别闹了，月月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放过她，还找一个医生来联合诬陷她。你就算再怎么不喜欢她，那你也要顾及她肚子里的孩子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她根本就没怀孕，全都在骗你，连这种谎话都分不出来，还在这里说什么真心相爱。把人带进来，把人带进来。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薛微月逼我的，我也是被他蛊惑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何娇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薛微月，你的好闺蜜都已经主动承认了。何娇娇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清河，你别听他的，他都是故意来诬陷我的，我从来没有强迫他做任何事情，我们俩做的一切，他都是自愿的。何娇娇，把你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和你家公司的责任。夫人，我说的全部都是实话。那天在总裁办公室，是薛微月让我去找他，他说要给谢南希一个教训，逼他签离婚协议。是他动手打了你，还摔你的手机和玉佩，踩你的手，喝你水，甚至还逼你下跪。他贪图方家的富贵，一直想到方家少奶奶，就是想劫走谢南希，所以才策划了这一切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跟我一起起哄，一起欺负了他，现在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没有撒谎，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就是想借怀孕骗方总娶她，好成功上位为方家少奶奶。你胡说！清河，你要相信我，何娇娇都是在胡说八道，她就是嫉妒我，她就是想毁了我。继续说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不许有半句隐瞒。何娇娇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收了柔婉多少好处，你居然联合一个外人诬陷我！微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？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。他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能嫁给你，他就是想毁了我的幸福。你不能相信他说的话。薛微月，你还敢嘴硬？你根本就是怕得罪夫人，他自己当不了方家少奶奶，所以才来逼我的。何娇娇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从来没有，你少在这里给我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那天你跑来找我，哭着求我，让我利用我家的关系帮你伪造一份怀孕化验单，还千叮万嘱一定要做的逼真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月月，这报告单也是假的。清河，你要相信我，这化验单我没有让他伪造，更没有让他做什么假的化验单，你别信他。哼，薛微月怕事情败露，又让我帮忙买藏红花。他说只要事情败露，就可以假装是谢南希害他，然后假装流产，这样就可以博得方总同情，就可以彻底挤走谢南希，一举两得。这就是你让我帮忙买的藏红花。药店的监控还有我的付款记录都可以证明是我帮你买的。还有你每次逼我做事交代我细节的通话我都录了音。不是的，这是他伪造的证据，声音是合成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伪造？你就是怕方总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怕被他抛弃，早就和景泰集团的老总徐波勾搭上了，这也是伪造吗？你放屁！你撒谎！
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徐波，你这样撒谎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我没有撒谎，我有证据。上次你和徐波见面，还是我帮你订的酒店。我手机里有你们偷偷见面的照片，还有上次你和徐波通话，里面说的清清楚楚。什么？不是的，清河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没有做那些事情，你一定不能听他这样胡说八道。薛微月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？何娇娇都已经拿出证据了，你觉得还会有人相信你吗？方总，你自己听，这是薛微月上次和徐波见面时我偷偷录下来的。徐总，您放心，只要我当上方家的少奶奶，瑞博注资9胎的事包在我身上。薇人，我可等着你的好消息，不过你得抓紧，别让方清河那个蠢货发现我们的事儿。放心吧，他就是个被我甩得团团转的冤大头，等我拿到公司实权，就一脚踹了他。方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薛微月每次和徐波见面，都是我帮忙订的酒店，怕的就是被您发现。我手机里还有他俩的亲密照片，我给你找找看。薛微月，我对你这么好，我想要的卡给你刷，豪车豪宅我也给你买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给我戴绿帽子啊？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徐波逼我的，我一时糊涂犯了错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一定会跟你好好过日子，全心全意对你好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任何一句话吗？我真心待你，你却把我当傻子。我给你钱，然后你拿着钱跟别的野男人厮混，还想借着孩子上位，怎么什么好处都给你占了啊？清河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清河。滚！看到你我就恶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你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！夫人，我知道的我全都说了，没有一句隐瞒，求您说话算话，放过我和我家公司，我再也不敢和薛微月厮混在一起了。把你手里所有的证据都交给我的律师配合调查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之前的连带责任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你走吧。你假装怀孕，意图骗取方家少奶奶的身份和财产，涉嫌诈骗，故意摔碎方家祖传玉佩和玉簪，这2件都是价值连城的信物，你已构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罪。我会立刻联系律师，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牢底坐穿。清河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不想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看在我们过去的情面上，你就让你妈放过我吧。就你做了这么多龌龊事，现在是你的报应。我不帮他们，把你一起送进警局已经算好了。方清河，你想过河拆桥，没那么简单。方清河，你以为你自己有多干净？你这些年背着荣婉干的那些坏事，我都记着呢，都在我手机里保存着。你今天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这些证据全部散播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干过，你少威胁我。我胡说？我威胁你？有没有威胁你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没有留后手？要么你想办法救我，要么我们一起完蛋。方清河，
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到底背着我们做了什么？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想拉我下水。我胡说？自己看看，这些年你借着管理公司的名义，私自挪用公司财产，伪造假的合同，把成千上万的资产都转移到自己私人名下，过户的车子和房子铁证如山。你这个孽障！我和南希辛辛苦苦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却背着我们偷偷挪用公司财款，把我们一辈子的心血都掏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南希吗？我这儿还有录音呢。哼！维远，等我把公司剩下的核心资产都转移完毕，再把谢南希那个碍事的女人踢走，就能名正言顺继承公司了。整个公司都是我们的了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清河，你可得抓紧点，荣婉和谢南希都不好对付，我们得好好计划计划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贪玩，我竟然没有想到你这么狼子野心，连自己的亲妈和老婆都想算计，还想挖空我们一辈子的心血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一直撺掇我，引导我，我是被他骗了呀！妈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方清河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明明是你自己贪婪自私，想要挪用公司的资产，现在倒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就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。你敢骂我，我杀了你！方清河，你个疯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，再给我住手！我和南希呕心沥血几10年，才把瑞博集团撑到今天的规模。没想到你出轨小三，还伙同外人算计自己的亲妈，想架空我夺取公司继承权。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方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你们做的所有事情我都会一一算清楚，会把所有证据都转移给法院。诈骗、故意损坏他人财物、挪用公款、意图侵占公司财产，你们俩的桩桩件件我都不会放过，等着坐牢吧！南希，我现在不舒服，我想上楼休息。妈，你慢点。妈，你别走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！都是你这个贱人，一直勾引我，撺掇我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没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怪你！方清河，你少往我脸上甩锅，这一切都是你活该！明明是你自己贪得自私，想要谋权，还要把这些责任推到我的身上。哼，就算没有我，你早晚也会栽跟头。现在不是你放不放过我的问题，而是你妈想不想解决我们俩。你意图谋反，还要夺权，这够你做10几年的人。反正你妈也一定会让我们坐牢的，大不了我们就拼一把，趁她现在生病，我们去把公司的股权协议给签了。到时候你继承了公司，成为了集团董事长，到时候谁还能把我们怎么样？这些证据也不会散播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。你是想在牢里坐一辈子，还是想拥有整个公司啊？你疯了！那是我亲妈，逼她签股权协议，那跟造反有什么区别啊？我是在保护自己。再说了，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你觉得荣婉会把公司交给你吗？她心里只有谢南希，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定会把你转移资产、意图谋反的事情全部抖出来，到时候你就只能去坐牢了。难道你就甘心把公司让给谢南希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手里？但是我妈只是不舒服，她又不是昏迷了，我们怎么签呢？我们往她的吃的里或者喝的里面加一些安眠药，剂量又不大，到时候等她睡死了，我们偷偷的进去，这按个手印就出来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这
这样就对了嘛。到时候等拿到了公司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到时候还有谁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滚出去！我不想看见你。方清河，妈现在需要休息，你别来添乱了，赶紧走。南希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知道我是个混蛋，我不该挪公款，我不该听谗言，我更不该算计您。您要怎么罚我都认，只要别气坏了您的身子。这牛奶是我刚热的，您趁热喝了，对恢复身体比较好。南希，让他进来吧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猪油蒙了心。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好好的给您管理公司，弥补之前的过错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放弃我这个儿子，行吗？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你和薛微月一起算计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有今天？但凡你有一点良知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妈，您说的都对，我之前被鬼迷心窍了，以后我肯定听您的话，再不这样了，行吗？牛奶快凉了，妈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妈，那您先休息，我在门口等着。您什么时候醒了，怎么处罚我都行。南希，我有点困，我想睡会儿，你先下去，有事我再叫你。好的，妈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在门口守着你，有什么事喊我就行。妈，快点，别磨叽，万一他醒了就完了。方清河、薛微月，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！你个多管闲事的贱人！你今天要多管闲事，坏了我们的好事，我跟你拼命！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妈对你们不薄。方清河，你居然为了争夺产业，还想对你的亲妈动手！还有你这个小三，也敢觊觎方家的产业！你给我闭嘴！谢南希，你就是个可怜虫，方清河根本就不爱你，公司马上也是我的，识相的就别挡道。方清河，你快点，别磨叽，这业我给你签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赢了。废物，快点！妈，都是他逼我这么做的，我没想害你，求你饶我这次。我要是不醒来，是不是就被你这个亲生儿子害死在床上了？为了谋权，连生你养你的亲妈都敢算计，你的心是黑的吗？妈，我没有想害您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改邪归正。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帮我说说话。方清河，你出轨背叛婚姻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你居然为了掌握利益，要杀害自己的亲妈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我绝不会原谅。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人会帮你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逼的。妈，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在你的眼里，就只有他这个外人，他就是一个儿媳妇。你把整个公司的大权全都交给他，对我呢处处提防。我才是你儿子，瑞博集团本应是我的，就是因为你偏心，现在把我变成这样，你们还怪我，这都是你们逼的。
方清河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？你想要钱、地位，那样我没给你。可你呢？除了花天酒地、挪用公司公款，你还干了什么？南希这么多年为公司呕心沥血，靠自己的真本事站稳脚跟，而你平庸无能，贪得无度，总想着不劳而获。我不让你掌权，是怕你把方家的基业毁于一旦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儿子，方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。把他们两个带下去看好，等会儿交给警察处理。妈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才是你亲儿子，妈。南希，以后瑞博集团就交给你打理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守住方家的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方清河，你个孬种！明明是你一门心思想要夺方家的权，吞方家的财产，你现在倒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算个什么男人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是你假装怀孕，天天在我耳朵边上撺掇我，说我妈偏心，让我下药，趁机夺权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啊，都是你拖我下水！你少在这里装无辜，转移方家的财产，把谢南希踢出局，哪一件事不是你盘算好的？现在倒好，倒打一耙，算个什么东西？盘算？我要是盘算好了，我能有那么多证据留在你手机里？倒是你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还想留后手拿捏我，等事成以后独吞好处。你这个贱人！拿捏你怎么了？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？真的就看上你了？我是看上了方家的钱和方家的地位。你以为你这个懦弱无能，就只能靠你妈养活的废物？我能多看你一眼？你还敢骂我？要不是你，我还是方家的大少爷，瑞博集团的继承人。现在我什么都没了，就是因为你，家毁了，前程也没了，都怪你。彼此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挪取公款的主谋是你，让股东们签字的也是你，我最多算个从犯。真的要坐牢，你也要比我多坐，大不了我们一起完蛋。我跟你说，真要鱼死网破，我就拉你垫背。垫背就垫背，好了，看看到最后谁先被击垮。妈，方清河挪用公款的金额，通过初步算计有2300多万，还涉嫌多笔虚假合同资产转移。薛微月涉嫌诈骗、毁坏他人的财物，还协同方清河侵占公司的财产，所有证据链都已经完整了。该走的法律程序一件都不能少。方家世代清白，却被这两个东西搅得鸡犬不宁，丢尽脸面。我倒要看看怎么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已经安排人手啊，接手了方清河所有公司的事情，各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同意支持你和我，这下您就不用担心了。南希，委屈你了。嫁进方家这么多年，却没享过一天福，反倒跟着我受这种窝囊气，还要替我撑着方家，守着这家公司。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见外的话呢？您待我如亲女儿，方家就是我家，守好方家，守好公司，都是我应该做的事，哪里能谈得上委屈呢？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那些事儿那都是他逼我做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犯了错，我以后一定改，我好好做人。你糊涂？从你出轨薛微月，到暗中转移公司财产，对我下手，哪一步是糊涂？你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，每一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。你根本就不是糊涂，是贪婪，是恶毒。妈，不是的，我只是被迷了心窍，我心里还是认你这个妈的，我也认她这个老婆。您跟警局说一声，撤诉吧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方清河，我早就对你没有任何感情了，你敢对妈下手，就没有想过有今天吗？从你转移资产、掏空方家基业的时候，你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，哪里有什么夫妻情和亲情？南希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我求求妈，以后做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公司的事儿我再也不插手了。不必了，从你拿着印泥想让我按指纹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母子关系就断了。你做的事情自己承担后果。不要，
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清河，你妈要拿走你所有的资产，还想让咱们去坐牢，你快想想办法！要是敢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，我就把你和徐波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。我和徐波那就是吃了几顿饭，聊了几句天，能有什么证据？倒是你，跟他去酒店开房，要是真算下来，你比我更难看。那又怎么了？开房只是我私生活不检点，哪里跟你转移资产是母未遂强吧？我告诉你，方清河，我如果进去，就把所有责任往你身上推，让你多坐几年牢，咱俩一起完蛋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别忘了，假账的事你也有份儿。每个假账都是你签的字，算下来的话，你是那个主犯。我参与了又怎样？我到时候就说是你强迫的我，你用我的家人威胁我，所以我才帮了你。法官只会认为我是个受害者，怎么会帮你一个连亲生母亲都会害的白眼狼？你这个贱人，我真是当时瞎了眼，我竟然跟你干了这么多坏事，我真是悔不当初。彼此，我也瞎了眼，看上你这个扶不起的阿斗。我以为当时跟着你能享荣华富贵，没想到还要跟你一起坐牢，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你们别在这狗咬狗了，你们做的事儿自有法律来评判，你们再吵也没用，只会显得你们更可悲。妈，您一定是爱我的，您还是心疼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方家唯一的男丁，我是您的亲儿子，您不能这么看着我坐牢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做这些事儿了，求你了！我没有这样的儿子，方家的子孙就算平庸无奇、一事无成，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家人、掏空家产的事儿。你这样的人配不上方家的姓，更不配做我的儿子。我不配，那他就配吗？他就是一个外人，你把公司给他，对他百般信赖，你对我这个亲儿子处处提防，你就是偏心。偏心？南希靠自己的能力把瑞博集团国内的业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视我为亲妈，而你只会算计家人，破坏方家的基业。他比你更配像方家的人，比你更配做我的孩子。他再怎么能干，那他也是外人，他再怎么尽心尽力，他也不是我们方家的子孙，他不是我们方家的血脉。你把公司给了他，就相当于你把公司给了外人，你对不起方家的列祖列宗。血脉？你留着方家的血脉，却做着毁家灭族的事情。南希没有方家的血脉，却一直守着方家事业。在我心里，南希比你这个亲生儿子更亲，他才是能守住方家的人。妈，你别跟他置气，他哪里懂得您的苦心啊？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担当，什么叫责任。方清河，你就省省心吧，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再怎么求饶，他也不会饶过你。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不可能，我是您的儿子，您不能这样做，不能。南希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夫妻一场，你肯定不忍心看我坐牢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帮我敲墙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方清河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吗？从你出轨薛微月的那一刻，把她带来公司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欺辱妈的时候，我对你只剩下厌恶和失望了。我们之间早就不可能了。南希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出轨，我也不该做那些事，一切都是我的不对。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重新开始？方清河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你害得妈差点失去了性命，把方家的资产差点掏空了，毁了我们这个家，我们之间早就完了。不是他，毁了我们的是他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你还是方家的少奶奶，我还是瑞博的继承人，我们会有很幸福的生活。求你了，再饶我一次。就算没有她薛微月这个女人，你也会继续找别的女人，继续掏空方家的家底，继续挥霍无度。你本性就是贪婪的人，谁会理你？谢南希说的对，方清河，你别什么责任都往我身上推，你自己什么德性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。要不是你无能，我会撺掇得了你？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会落得如此田地。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，方清河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推卸责任，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后果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
夫人，方家老宅突然来求情了，想让您出具一份谅解书，求法院减轻方清河的刑期。他们要你赔偿一部分钱，弥补公司的损失。谅解书？不可能，他们的所作所为罪有应得，让他们别再来了，来了我也不会见。是，还有薛微月那边也在找关系，想从轻处理。他家里人想私下赔偿一部分钱，让您撤掉民事赔偿的诉求，换取您的谅解。钱？我荣婉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他摔碎了方家的祖传玉佩，那是方家人几代人的念想，是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的。谅解书我是不会出的，他该承担的后果一点都不能少。对妈，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步骤来，不用理会他们的求情，也不用答应他们的赔偿，我们就按照法律程序一步一步的，让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付出代价。阿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欺辱你，我不该假怀孕，我不该让清河去做那些傻事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，当初在公司办公室的时候，你摔我玉佩，踩我手，泼我水，还当众羞辱我，你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我当时被猪油蒙了心，一时糊涂，鬼迷了心窍，做了那些事。阿姨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坐牢，我还有大把的青春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机会？我给过你机会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做人要本分，不要贪得无厌。你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是你自己把机会推开的。我知道错了，阿姨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求你出谅解书，求你了，阿姨。不必了，你想要的地位，你想要的富贵，是你自己用歪门邪道去争去抢得来的。现在的结果是你罪有应得，没人能救你，也没有人会救你。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俩，把他们俩交给警方处理，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能少。是，夫人。来人，把他们带走。是。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会后悔的。妈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建国，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桌子上的摆件，窗前的绿植都被照顾得很好，可是我却没能照顾好我们的儿子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多休息会儿？在家里待着心烦，来公司看看，那2个人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律师今天早上已经跟我联系过了，方清河涉嫌挪用公款2300多万，职务侵占，故意杀人未遂，情节特别恶劣。薛微月涉嫌欺诈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协同职务侵占，证据链完整，这2人的案底已经交给了检察部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方清河会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薛微月至少5年。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不用留任何情。荣婉，你真要赶尽杀绝！清河是方家唯一的男丁，你把他送去监狱，方家的脸往哪儿放？赶紧撤案，出具谅解书。再怎么说，清河也是你的亲儿子，你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把他送进去了，方氏谁来继承？难不成你还真的要让谢南希那个外人来继承？有何不可？当然不行，方氏是我们方家的产业，哪能交给一个外人来管？外人？方氏是我和我先生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，是姓方没错，但是也可以姓荣。你们大房一家子仗的是谁的事？要说是外人，你们比南希更像是外人。荣婉，你是方清河自己把脸面给丢尽的。他挪用公款，养小三，甚至还对我这个亲妈动手。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方家的脸面？他再错也是你儿子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坐牢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这事儿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以后方家老宅的事儿，别再来烦我。南
南希，你知道吗？当年我和你公公白手起家，建立瑞博，我们挤在10几平方的小房子里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好业务被人赶出去，谈合作被人欺辱，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那时候你公公总说一定要把瑞博做起来，我们熬了整整5年，才有了现在的基因，后来一点点扩大，才有了现在的瑞博。妈，你公公走之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守好方家，守好瑞博集团。我答应他，这些年我拼尽全力，一边在国外拓展业务，一边盯着国内的公司，就是怕辜负了他的嘱托。妈，您辛苦了，都是清河不争气，辜负了你。我以为清河是个可塑之才，哪怕有点贪玩，都想着慢慢教，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做出这种事儿，自私、贪婪，连最基本的良心都没有。还好有你，这些年替我守着方家，守着瑞博集团。南希，妈知道你嫁进方家这些年受了不少委屈，清河对你不好，你从来没抱怨过，还一直尽心尽责，妈都记在心里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待我如亲生女儿，方家就是我家，守着方家，守着公司，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南希，妈今天跟你说这些，不是感慨过去，妈想把这个公司瑞博集团正式委托给你。清河已经成了这样，这个家，这个公司，妈只有交给你，我才放心。妈，我怕我担不了这么重的担子，公司里还有很多优秀员工，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人选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。你有能力，有担当，心思缜密，做事果断。这些年你在公司做的业绩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把瑞博集团交给你，只会发展得更好。妈知道这份担子很重，会有很多困难，可能会有公司的人质疑，但妈相信你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妈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，我会拼尽全力守住方家，守好瑞博，把瑞博集团做得更好，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公公的嘱托。这就对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一个人扛，跟妈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大师，这2样东西对夫人来说很重要，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尽量修复好的。终于修好了，跟原来的样子差不多，还好没损坏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很久没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南希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看看。妈，你找人把它给修复好了，真厉害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修过的。是啊，是我找了国内最顶级的修复大师，修了半个月才修好。南希，这枚玉佩是代表方家女主人的象征，能调动集团所有高层。前几段就想给你，可是没想到发生了薛微月那些事儿，现在我把它正式交给你。不行妈，我不能要，这玉佩代表着方家女主人，您才是方家的主母。你是方家的掌舵人，也是瑞博集团的董事长，这枚玉佩本就该属于你，拿着它，以后你就是方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，谁也不敢质疑你。拿着它，以后你就是方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，谁也不敢质疑你。这根簪子是你公公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跟着我10几年了，我一直视若珍宝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不行妈，这个我真的不能收，这是您和公公的定情信物，意义非凡，您自己留着。你拿着，这根簪子是方氏继承人的象征，能在突发情况下证明你是方氏的合法继承人。二来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不仅是我的儿媳妇儿，也是我的亲女儿。妈，傻孩子，
别哭，这是好事儿。以后这2件东西就由你保管，它们不仅是方家的信物，也是我和你公公的心意。希望他们能护着你，护着方家，护着瑞博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，不会让他们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我一定会守好方家，守好瑞博，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公公的嘱托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南希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。方家的基业，瑞博的未来，在南希的手里，一定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。南希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资产转让协议。我已经把名下80%的瑞博集团股份，还有方家的所有资产以及海外资产都转交给你。律师已经公证过，具有法律效应。你看看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股份我不能要，方家资产我也不能要，这是您和爸一辈子的心血，您留着。傻孩子，妈现在年纪大了，想好好歇歇，把这些东西交给你，妈放心。你为方家做这么多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可是妈，这些都是您和爸一辈子的积蓄，这么多股份和财产，我真的不敢收，我怕我担不起。你就别推辞了，签了字，这些就正式属于你了。妈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你能守住这份基业，能把瑞博做得更强更大，不辜负我和你公公的期望。以后瑞博就是你的了，你想怎么发展，想做什么决策，不用顾忌了，大胆去做，妈相信你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，我会好好打理瑞博，打理方家，让方家越来越好。妈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南希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要回国外去了，这里就靠你一个人撑着了。妈，您别去国外好不好？您留在国内，我好好孝敬您，咱们一起守着方家，守着瑞博。您一个人去国外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南希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可妈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，早已习惯了国外的生活，而且妈把这里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妈留在这儿只会给你添麻烦，让你放不开手脚。妈，不会的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家里有那么多房间，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。你留下来，我陪着你吃饭，陪你聊天。反正公司的事我会跟你商量的，不会擅作主张。妈知道你的心意，国外有海外分公司的事需要处理，而且我想找我跟你爸的回忆，妈想回去走走看看，找找当年的感觉。妈相信你，你已经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公司的事情。妈在国外帮你盯着海外的业务，你在国内，我在海外，咱们娘俩一起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大，不是更好吗？妈，去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事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，我一定会飞过去看您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累了，工作再忙也要照顾身体，知道吗？妈，你把这个厚外套给带上，国外天气比国内凉，别到时候冻感冒了。还有这保温杯，您平常爱喝温水，也带上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放心吧。妈，还有这个钙片，是我特意给你买的，您多吃点，补补钙对身体好。我这一下给您准备了半年的量，不够了再跟我说，我再给您寄。好了，别忙活了，快过来坐会儿。哎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，以后我们可以经常电话视频联系。妈，我就是舍不得你，这么多年一直跟您生活在一起，你这突然走了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傻孩子，妈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只是我们暂时不在一个地方住，我们娘俩的心永远在一起，
不管你在哪儿，妈都想着你，支持你。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就大胆去做，有什么事儿给妈妈打电话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起分析，一起解决。就算妈在国外，也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要好好打理好公司，照顾好自己。等我有空了，一定去国外看你。好，妈在国外等你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妈，这是您爱吃的红烧肉，我学着做的，您尝尝看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做得很好，跟我做的差不多。你越来越能干了，什么都会做。妈，只要您爱吃，我经常给您做。等我去国外看您的时候，天天给你做。别光顾着给我家，你多吃点儿。在外面工作一定很累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身体。南希，以后你一个人在国内，既要照顾方家，又要打理公司事务，一定会很辛苦。遇到困难的时候别硬扛，一定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妈，您放心，我能扛得住，不会让您失望。老宅那边的人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，他们觉得你是外人，不配掌管方家的产业。你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儿，他们自然就没话说了。妈，我记住了，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，我会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，我能守好方家，能打理好瑞博。这个 U 盘里是我这些年经营公司的一些经验和心得，还有一些海外资料，你拿着，以后用得上。谢谢妈，你也想得太周到了。还有，公司里有几个老员工，他们跟着我和你公公已经几10年了，他们对瑞博很忠心，你没事多跟他们交流交流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，他们会帮助你的。妈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尊重前辈，多向他们学习的。还有，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尤其是重大的投资和合作，一定要考察清楚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商场如战场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妈，我记住了，以后碰到什么重要的决策，我一定会谨言慎行，不会掉以轻心的。好了，该交代的妈都交代了，妈相信你，一定能把瑞博做好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会把瑞博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用心呵护，用心打理，让瑞博越来越好。对了，妈，这判决书刚下来，方清河数罪并罚，被判了12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薛卫月被判了6年，这2个人都没有上诉。12年，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这都是他应得的下场。妈，事到如今，这是他唯一的结局。我不是心疼他坐牢，是心疼我几10年的心血，养出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辜负了方家，也辜负了我和他爸的期望。妈，你已经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了，是他方清河自己不争气，不懂珍惜。南希，还好有你，不然遇到这种事儿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妈，是律师打来的电话，方清河说有事情要跟咱们2个说。妈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彻底知道错了。在里面的日子，我想了很多，我不该出轨，不应该挪用公款，更不应该对您下手。我对不起您，对不起方家，对不起南希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不求您原谅我，只求您别因为我气坏了身体。方家还要靠您，瑞博还需要靠南希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路是你自己走的，苦果也只能你自己咽。是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南希，对不起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我配不上你，更不配做方家的儿子。我已经委托了律师办了离婚协议，协议书律师会送到你手上，你签个字就行。我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存款，还有方家的股份全部归你。
会净身出户。方家的继承权我也正式放弃，全部交给你。以后方家、瑞博都由你做主，我再也不会有任何牵扯。我知道了。妈，您多保重身体。南希，以后方家就拜托你了。南希，你说我是不是对清河太狠了？妈，我能理解你，清河也能理解你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但愿吧。妈，这照片您带上，放行李箱里，想我的时候就多看看。好，妈带着，妈会经常想你的。妈，这平安扣是我在庙里求的，您戴上。戴上之后，保您平平安安。谢谢你，南希，妈很喜欢。来，南希，这条项链是我年轻时候买的，一直没舍得戴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它能护着你，让你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谢谢妈。傻孩子，别难过了，又不是永远不见了。以后我们也可以视频电话联系，妈也会回来看你的。妈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夫人，谢总，去机场的车已经备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。好。妈，您慢点。建国，我走了，方家就交给南希。你放心，他一定会守好方家，守好瑞博的。妈，还会回来的。走吧，别耽误了飞机。好了，南希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我到了国外，会一直关注着瑞博，相信在你的带领下，瑞博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把瑞博给打理好，把方家给守好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一个人在国外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南希，照顾好自己，守好方家，守好瑞博。妈等你的好消息。有空了去国外看我，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的，一路平安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别难过啊。妈，你慢点，到了国外记得给我第一时间报平安。好，放心吧。